大家好，我是胡扯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从1996年到2025年，Tom Cruise 演了一个角色快30年了，而且每一集都在挑战人类极限，这不是一般动作片演员可以做到的。重点是他真的去跳、去摔、去飞，没有在开玩笑的。但你知道这个系列其实不是从电影开始的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部跨越近60年的经典系列《不可能的任务》，从1966年的电视影集到2025年致命轻率下为止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背后有什么共通逻辑？阿汤哥到底在演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系列能从冷战讲到 AI， 还不断升级？我们今天就一次整理给你听。光影人生系天涯蜜之音，欢迎收看胡扯八道说电影。很多人以为不可能的任务是阿汤哥创的，但其实早在1966年，它就是一部超红的电视影集，而且当时的设定就已经很前卫了。当时的主角是 IMF（Impossible Mission Force）。一个专门接受美国政府无法出面处理任务的秘密特工团队。影集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那句超有记忆点的开场：“这是你的任务，如果你选择接受的话。”接着磁带播放完后就自我毁灭。还有什么？易容术、假身份、团队合作、天衣无缝的计划，然后每集最后都会完美脱身，真的是那个年代的神剧。这影集一共播了7季，171集，从1966年一直到1973年，是当年 CBS 的收视保证。而且在1988年还拍了一版复刻影集，找回原本的队长吉姆·菲尔普斯，总共又拍了2季。这个角色对之后的阿汤哥电影有什么关系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因为第一集电影就是从这个老角色下手，让当年的影迷全部傻眼。1996年 ，Tom Cruise 决定自己当制片人，把这部老电视剧翻拍成电影。导演请来的是谁？布莱恩·迪帕玛。这个人拍悬疑惊悚非常有一套，所以他拍的《不可能的任务》，你一开始会以为是动作片，但看下去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侦探剧。电影的开场是什么？IMF 小队去布拉格执行任务，结果整队几乎全灭，只剩下医生杭特活下来。然后事情更扯的是 ，IMF 怀疑他是内鬼，开始通缉他。这剧情其实是经典误会英雄的开场模板，但配上情报战与悬疑感，就变得很有味道。有没有经典场面？有，你绝对看过那个画面：医生吊在 CIA 机房里，不能碰地。不能出声，还有汗水要滴下来的那一幕，那是1990年代最经典的特工潜入场面之一。而且 Tom Cruise 亲自演出，不用替身。最让影迷震惊的是什么？原影集的老队长吉姆·菲尔普斯竟然变成了反派，这一点直接挑战原作粉丝的情感。也从这里开始，你能相信谁，变成这系列一直在问的问题。I can understand you're very upset. You've never seen me very upset. Leave that like this tape will self-destruct in 5 seconds.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一边在枪战，一边还有白鸽飞来飞去？对，就是这一集。第2集的导演是谁？香港的吴宇森。那时候他已经拍过《变脸》，风格非常明确，慢动作、双枪、义气、浪漫牺牲。所以不可能的任务完全不是第1集那种悬疑风格，而是一部浪漫化的动作电影。剧情讲什么？反派是一名前 IMF 特工，盗走了一种会致命的病毒，打算散播病毒来勒索世界。但关键的是，反派的前女友娜雅刚好被伊森爱上了，所以这一集其实很特别，是整个系列里唯一一集有明确爱情主线的。吴宇森的风格有多强？有白鸽飞进教堂枪战，有摩托车对撞，然后在空中跳起来扭打的桥段。还有那种一个人对10个人，但主角完全不中弹，完全就是把枪战拍成诗，而且真的很有型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一集评价2级，
有些人觉得太浪漫，不像谍报片，但也有很多人爱这一集的美学、爱情与牺牲。尤其纳雅，他为了阻止病毒散播，自己注射病毒，准备牺牲，这真的很无语生。那这一集的重点是什么？这一集的重点不是任务怎么完成，而是你愿意为了谁放弃任务。也可以说，这是整个系列中唯一一集医生韩特更像是个爱人，而不是特工。来到第3集，这一集的导演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J.J. 亚伯拉罕，也就是后来拍《星际争霸战》《星际大战7》的那位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是他第一部导演的电影。那时候他原本只是一个影集导演，阿汤哥看了他拍的《暗影间谍》，就直接请他来拍第3集。然后他一上场，就把整个系列的基调完全拉回来了。这集最强的地方在哪？反派。这集的反派叫戴维安，由菲利普·西摩·霍夫曼演。他不是那种肌肉男，也没有什么夸张的武器，但他超级冷静，超级狠。这种反派真的太可怕了，因为你知道他说得出就做得到。剧情主线是什么？医生韩特这次已经准备退休，还结婚了，想当一个正常人。但因为 IMF 同事被杀，他再次出任务，结果牵连到自己老婆被绑架。变成一场私人救援战争。这一集很特别的地方是，你会看到他身上多了人味，他会担心，会恐惧，会发狂，会为了保护妻子做出疯狂的选择。动作戏有没有？当然有，有空中抓飞机，有上海高楼跑酷，也有终极反击那段肉搏战。但你会发现，这一集重点不是场面有多大，而是每一场戏都跟情感有关。尤其最后医生被植入炸弹晶片，要靠妻子帮他电击复活，这段超级神。这一集把整个系列的人性层次拉起来了。这一集片名叫做《鬼影行动》，大家最记得的应该是阿汤哥真的徒手爬上杜拜哈里发塔世界第1高楼。不是特效，不是合成，他本人真的在窗户外面爬来爬去，还跑来跑去。这一幕当年上映时，电影院观众的手心是冒汗的，因为太真了。导演是谁？布莱德·伯德，本来是皮克斯动画导演，拍过《超人特工队》《料理鼠王》那种。这是他第一次拍真人电影，结果超级成功，因为他把动画那种节奏快、设计感强的风格完全搬来用。所以这一集有种卡通的精准与动作场面的疯狂，观众看得超爽。剧情是什么？简单讲 ，IMF 被陷害，整个组织被关机，医生只能靠一小队人执行任务，阻止一个要引发核战的疯子。所以这集是完全的无后援模式，像在玩一个困难级别的密室逃脱游戏一样。团队角色变得重要了。这一集开始强调团队合作，不再是医生一个人拼命。有分析师布兰特身手很强，但有秘密过去。真卡特执行力强，有感情线。卢瑟没退场，还是技术支援，但这集戏份比较少。这也是系列开始出现固定小队模式的开端。有什么经典场面？除了哈利法塔爬窗户、沙尘暴里追车、印度自动化停车塔大战，这些都让人记忆深刻。这集的主题是什么？当全世界不信任你时，你还会坚持做对的事吗？ IMF 这次没有资源，但他们还是执行任务，只因为这件事值得做。这也是从这一集开始，信念 vs 世界这个主题变得很明确。2015年第5集上映啦，新时代的敌人与神机女特工登场。如果你问很多影迷哪一集最好看，第5集失控国度常常会排进前3名。这一集的导演是克里斯多夫·麦奎里，你记住这个名字，因为从这集开始他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的主导灵魂，一路拍到第8集。他也是唯一一个连续多集担任导演的，跟阿汤哥合作到像家人一样。
开场就直接来真的。这集的第一幕，阿汤哥抓飞机起飞，不是在机舱里，是在机身外面，被粘在门上，飞机直接升空，而且是真的，不是 CG。这一幕当时在电影院看会真的屏住呼吸，因为太疯了。故事讲什么？ IMF 被解散，又被解散，这次是因为他们太难控制，被政府认定不可靠。医生为了调查一个神秘组织辛迪加，开始变成全球通缉犯。辛迪加是什么？就是另一个邪恶版的 IMF， 里面都是被世界遗弃变节的特工，所以这一集等于是特工对特工的战争。新角色重点，伊尔莎·佛斯特。这一集有个超级吸睛的角色登场，英国女特工伊尔莎由雷贝卡·弗格森饰演。她是这系列最重要的女角之一，因为她不是花瓶，她真的会打。最经典的一幕，她穿着黄色洋装，拿狙击枪跟医生对望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观众就知道这个角色不能小看。本集经典场面整理：飞机起飞抓门，真人拍摄；水底资料库潜水换晶片，憋气3分钟。Cooling systems at full power. 摩洛哥高速飙车加摩托狂飙，这些场面节奏超快，而且每一段都跟剧情有关，完全不是为了耍帅而耍帅。主题核心是什么？信任。在这集里，所有人都不确定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。伊森和伊尔莎中间那种信一半不信一半的关系贯穿全片，这也让观众更投入，因为你会一直猜他到底站哪边。这是整个系列谍报片感最强的一集。第6集终于在2018年上映了，动作片的天花板来啦！这一集的英文片名叫做 Fallout 全面瓦解。很多影迷直接说，这根本是系列最强，甚至是有史以来最顶尖的动作片之一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是第一部不可能的任务续集，剧情直接延续上一集，所以你如果没看第5集，会有点接不上。剧情主轴是什么？上一集的辛迪加虽然被瓦解，但残党变成了新组织使徒，他们偷走了3颗不核弹，打算引爆，引发全球混乱。伊森带着团队要抢回核弹，但却陷入更大的阴谋与双面间谍战中。这集为什么这么强？因为他把角色情感加剧情悬念加动作场面3个元素融合的超完美。伊尔莎再次登场，而且这次他的目标和伊森对立。伊森面对过去的感情、前妻茱莉亚与当下的选择。任务部门与 CIA 互不信任，派出新角色沃克，由亨利·卡维尔饰演监控医生。然后剧情每10分钟就有一个大翻转，你以为是这样，然后又不是，然后又反转一次，这种节奏感真的很过瘾。这一集的经典动作场面：高空跳伞，阿汤哥亲自跳；巴黎街头飙重机 vs 汽车追逐；厕所打斗3人混战，超近距离很近。直升机追逐加悬崖勾绳加坠落搏斗，结尾高潮，全部都是真人实拍，不用替身。阿汤哥这集还因为跳楼时摔断脚，然后画面直接收进电影里，继续演完。主题是什么？你会不会为了世界牺牲一个人？这集强调选择与代价。如果你只能救一个人，还是救全世界，你会怎么选？而医生一直坚持2个都要救。这也是他跟反派最大的差异。来到第7集，2023年，我们终于进入到 AI 时代了。AI 要准备毁灭世界了。这一集的副标叫《致命清算上》，是上下2集的第1部。它的主题很明确，人工智慧。你以为是未来的东西，但电影直接告诉你 AI 已经渗透全世界，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。剧情讲什么？这次医生要找的不是某个人或组织，而是一个系统。
AI 系统叫实体，它不但无所不知，还可以操控银行、卫星、战争、资讯。简单说，就是一个活的网络幽灵，谁控制它就能控制世界。而这东西被一把神秘的钥匙所限制，只有钥匙可以打开它的核心，所以全球都在抢钥匙，包括 IMF 特工、各国情报单位、反派盖布瑞尔，变成一场科技时代的神之战争。这集有什么经典场面？意大利罗马街头飙小车、超级迷你车；阿布达比机场双线追踪戏码 ，AI 介入；奥地利夜车顶决战，列车动作戏经典；阿汤科摩托车从悬崖跳下来，然后开闪进入火车。这段是行交数轴，全部真人实拍，而且那段跳车戏阿汤哥拍了6次。这集新角色亮点。海莉·艾特沃饰演的新角色 Grace， 超会偷窃的神偷，从一开始就被卷进任务。AI 实体本身变成一种无形反派，像在跟一个未来意志对抗。主题是什么？人类还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吗？ AI 是你无法谈判的敌人，它没有情感，不会报仇，不讲逻辑，但会记录一切。所以这一集的恐怖点在于，你不知道他在不在听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改你的人生。而医生这次的选择也变得更沉重，因为一切都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会不会被演算法消灭。这一集是致命清算下，也是整个系列暂时的最终章。到底医生韩特能不能阻止 AI 实体？这次真的不是在演，而是要拯救全人类的自由意志。这一集最大的任务就是收回钥匙，并找到实体的本体。它藏在一艘已经沉入海底的前俄罗斯间谍核潜舰中。潜舰是 AI 的诞生地， AI 曾在这里杀死全舰人员并夺取主控权。要关闭它，就得潜入这艘潜舰。这听起来像以前的任务，但 AI 在这一集里进化到连你的任务、你收到的讯息、你看到的资料都有可能是假的。这就变成了你能不能相信你所知道的一切。重点场景：北极冰层下的潜艇任务。阿汤哥再度高空跳伞，深潜实拍镜头。伊森与盖布瑞尔最后一战，情感与信念的对决。这集也更深入探讨伊森的自我定位，他到底是拯救世界的英雄，还是一个不断牺牲他人、追逐正义的疯子？在一次又一次选择救所有人的过程中，他的队友、爱人，甚至自己的人性都在流失。这一集对于人与 AI 的未来也做出暗示，人类唯一的优势不是精准，而是愿意为爱做出非理性选择。这句话贯穿整部电影，也可能是对整个系列的核心注解。电影最后并没有说这是完结，反而留下了一点点空间。阿汤哥的医生韩特会不会回来？下一代特工会不会接棒？AI 是否真的被完全封印？这些都还有想象空间。所以如果你从第一集看到第8集，会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动作系列，而是一部长达近30年的人类意志与世界控制系统之战。而我们刚好活在这个故事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总整理，之后也会针对每一集深入单集解析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按赞留言，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集，也许我们就从那一集开始做起。我是胡扯，这里是胡扯霸道说电影。Neither should you.